我另外给你安排2个助手。那就太好了，你就把镖局里边功夫最好的镖师派给我。哎，又不是让你去打架，要2个身手好的干什么呢？想好了，我就让肥猫和皮猴跟你去吧。别，大掌门，那我还是宁愿自己一个人去。哎，为什么？这还用我明说吗？你派那2个窝囊废跟我去，让他们给我帮忙，那不是越帮越忙吗？这，哼，那你猜猜，我为什么要派他们2个去呢？这我哪知道啊？哎，大掌门，这样也行啊？行不行，总得要试一试，不然怎么知道？到了！嘿，终于进城了。哎，皮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看见穿旗袍的年轻姑娘，我这心里就痒痒。别，要不老子踢你2脚，给你止痒。小二哥，咱们都是老大派出来的特使，这都是重要人物，咱们互相照应，知道吗？呸！就你俩这德行，还重要特使？切，还特殊人物？听清楚了，你们俩就是来给我打下手的，知道吗？什么？老大也没吩咐我们俩是你手下，给你打下手。我们俩是最佳搭档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最佳搭档呢，没皮没脸。走，这，以后有的好看。哎，到了，走。报告团座，外面抓住3个探子。好大的胆子！哪儿来的？黑风岭。黑风岭下来的人呢？关在禁闭室。走，看看去。来，所有人听口令，上！飞豹来了。是你们啊？你们还有脸来见我？贺团长，别生气，这老话说得好，不打不相识，是吧？对。3位是自己来的，还是齐州派你们来的？我们是，对，我们是大掌门派过来的，给你带个话。什么话？说吧。您看能不能支援我们黑风岭一挺轻机枪，30支步枪，最好再来100颗手榴弹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哎，他说要咱们给他借军火，做梦呢你！我说啊，是你们大掌门笨，还是你们3个人傻呀？我们保安团不上黑风岭剿你们，已经是我们团座给你们齐州天大的人情了。马大壮，这齐州除了要枪就没说别的？贺团长，英明。我们大掌门过2天准备去打老金沟，可咱们武器不行啊，所以在下还请贺团长您多多帮忙。你们要去打老金沟？君子言，驷马难追。你们知不知道老金沟金3炮的实力？当然知道了。闭嘴！不许你抢我的话。小家子气。马大壮，我问你，这齐州为什么要打老金沟？我们大掌门虽然上了黑风岭，那打的可是替天行道的旗号。他发誓啊，一定要把那些危害乡里、祸害百姓的土匪消灭干净。这不，就在前2天，我们刚把葫芦洞剿灭了，打死了罪大恶极的匪首张老拐。什么？你们打下了葫芦洞，杀了张老拐？对啊，你可以派人去葫芦洞打他，这个我绝对不撒谎。真没想到齐州还真是个绝人。团座，你是不是跟齐州商量好了，连咱们保安团干的事儿他都给干了？这个，本县先祝贺你们旗开得胜，啊，打下了葫芦洞，拿下了张老拐，啊。那贺队长，军火的事儿，这个老金沟的金3炮啊，为非作歹，由来已久了，已经列入了我们保安团的剿匪名单里边。既然齐大掌门愿意效劳，本县竭诚欢迎啊！那您是答应了？哎呀，这个军火嘛，
保安团的军火也是从黑市上高价买回来的。哎呀，这也不能够白送，不是？我们买这军火，我们花钱买行不行？好，这个话呀，咱们回来再说。哎，三位远道而来，按道理我们应该给你们接风。哎，来人，快给他们送饱，上饭上菜啊！谢谢团长，谢谢团长，谢谢啊！谢谢啊！问贺亮才要军火，你这不是与虎谋皮吗？根本就不可能。你不试一试，怎么知道可不可能呢？你就不怕他把你派去的3个人给抓了？我不怕，他根本就不会。为什么？他这个人都坏透了。我非常了解他，他是有点坏，但没那么坏。在我眼里，他根本就不可怕。你就那么自信？你就别管了，毕竟我们是结拜过的。你以为你是诸葛亮啊？燕子，来，孩子给我抱抱。小龙乖，小龙。等吃啊，快吃！来个喘气儿的。叫什么叫？属毛驴的吧你？你才属毛驴的，你们全家都属毛驴的。死肥猪，我砸死你！住手！退下。肥猫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长官，我们怎么说也是黑风岭派来的特使吧？你给我们吃素的？那你想吃什么？烧鸡，最好再来点酒。你想喝什么酒啊？什么酒都行，最好来点花酒啊。花酒。等着吧。厉害，兄弟，这你都敢要啊？团座，肥猫想喝花酒。哼，还想喝花酒？对，团座，我觉得那个肥猫有点意思，可以问出点东西来。我有数。先把那个马大壮叫进来。是。团座，人来了。马大壮，吃过饭了？啊，吃过了。啊，听你说，齐昭愿意出钱买军火？对呀，我来的时候大掌门就交代过了，这军火能白送最好，只要不能白送啊，咱们花钱买也行。好说。这是你上回要的武器清单，每一项价格我都标在后面，你看一看这些价格怎么样？行，那我先回黑风岭，让我们大掌门定夺。好，可以。你一个人先回去，那2个人我要扣下来当人质。那就听您安排，我回去汇报一下。营长，送马大壮。是，告辞了。行，侯志，行，这下肚子里有油水了。马团长，您说，我这黑风岭的日子太苦了，我这一天就掉1斤肉，那把我心疼的。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打今儿起，我肥猫就是保安团的人了。村庄扛下枪，为团长当正做马。我不让你进保安团，保安团里啊也没你这身材的军装穿。我要你继续留在黑风岭，当我的眼线。这样，那还得回山上受苦。不会让你白吃苦的。
保安团每个月都会秘密发饷给你。如果你提供的情报准确，我还会格外给你奖金。请团长放心，我肥猫愿为团长效犬马之劳。现在说实话吧，这次黑风岭攻打葫芦洞，齐昭捞了多少油水啊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只不过就是想试一试，看你对我忠不忠心。那好，我实话实说，葫芦洞啊，一共缴获了1000多个银元，但是齐昭呢一个都没留，一半是花在兄弟身上了，一半是交给常县长办学用了。哟，土匪捐钱办学，哼，真是天下奇闻呐！常信忠跟齐昭见过面？哦，那倒没有，是我们老大派人交给常县长的，说好了是捐款办学用的。这个齐昭倒还知道给自己买个好名声。那这么说，齐昭就没捞到什么？捞着了，捞了一压寨夫人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年头哪有不给自己捞点好处的？听说这张老鬼在洞里藏了好多女人，齐昭是不是挑了个最漂亮的留给自己用了？没有，那些女人都被齐昭给放回家了。我们兄弟一个都没沾上星，那齐昭不让碰。那压寨夫人哪来的？是柳林县国民小学的女教师，朱德舍山投怀送抱的。教师？叫什么？叫上官燕，那长得可漂亮了。团座大人，你怎么了？上官燕真成了齐昭的压寨夫人。是啊，没错。他白天在山上照看团座你的宝贝儿子。王八蛋！王八蛋！王八蛋！长官，团座有吃乌龟蛋，赶紧让伙计夹菜呀！闭嘴！齐昭，王八蛋！团座，这上官燕可是你的女人啊！那天刚答应跟你成亲，这一眨眼就成了齐昭的压寨夫人，给你戴了顶绿帽子，这够进谏的价呀！那个齐昭是存心跟我作对的，只要老子喜欢的女人，他就想跟我抢。团座，依我看，就将计就计，利用死胖子以送军货和看儿子为名汇集黑风岭，我们里应外合，内外夹击，一举歼灭齐昭，抓住上官燕，狠狠地替你出口气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主意好。你们觉得此计可行？我看行，怎么不行啊？齐昭很狡猾，就算咱们攻上黑风岭，也不一定能拿下他。再说了，老金沟这块肥肉，咱们保安团根本就啃不动。这个时候，齐昭愿意给咱们冲锋陷阵，那正是我巴不得的。等他攻下了老金沟，我在督军大人那边也好交差，再也不用背个剿匪不利的恶名。到时候，老金沟那里也可以捞到不少实惠。毕竟这老金沟是出金子的风水宝地呀。团座的意思是，等齐昭他们打下了老金沟，咱们再动手。是啊，咱们这回为什么不利用齐昭给咱们卖命一回呢？团座英明。黑风岭的弟兄都死心塌地地跟着齐昭。可你们就40来个人，就算我卖给你们武器，那团座大人答应卖军火了。就算是这样，可你们40来个人，要跟200多号人的金3炮打，只有脚后跟想想都知道下场会怎么样。这个团座大人放心，我们老大早就去老金沟侦查过了，想出了一个妙计，一定能打过金3炮，拿下老金沟的。什么妙计啊？来，说说。这个我真不知道。
我们老大嘴可紧了，谁都不告诉。就是上次打葫芦洞的时候，那也是出发之后才跟兄弟们说的，用的是美人计。美人计？他把上官燕送到葫芦洞，然后来个里应外合。团座大人真是英明，一猜就中。真有他的。来，飞豹，来，喝。哟，县长大人，不知县长大人驾到，小的有失远迎，还望大人恕罪啊。黄保长够清闲的呀，这看的是什么书啊？回大人的话，《资治通鉴》。你一个小小的保长，看这干嘛？难不成还想治理天下？啊！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晚上睡不着觉，随便翻翻。最近和齐昭还有联系吗？没有。不，小的冤枉啊！小的跟他不是一伙的。啊，这，别假惺惺的了。我要你连夜上趟黑风岭，叫齐昭马上下山来见我。还不快去！赶紧去啊！好，我马上去。站住！本仙还有一句话，你告诉齐昭，若想要军火，就一个人下山来见我；若不来，老子一颗子弹也不会卖给他。快去传话！小的记住了，我马上上山，马上上山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贺亮才找我，他在黄沙堡黄保长家里。这样子啊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我担心你会有危险。没事，小龙在我们这儿呢，我谅他也不敢。好，我得安排一下。县长大人，县长大人，他们来了。上官燕，你还敢来见我？那天在我家门外，是你亲口说要嫁给我，我才听你的话，决定放了齐昭的。可你竟然敢骗我，很快就逃之夭夭，逃上了黑风岭。你这是拿我当猴耍呀？啊！县长大人，对不住了。当日我答应嫁给你，也是为了救齐昭，逼不得已的。就好比齐昭本无罪，可你非要抓他；我本无心嫁你，可你又非要娶我。你不喜欢我也罢了，可你为什么偏偏喜欢他呀？啊！我哪一点比不上他呀？他又怎么能跟您比？你是官差，他是土匪。可你为什么选择他，还自己送上门去？那就没办法了，谁让我喜欢他？齐昭，我让你一个人来见我，可你偏偏带人来，而且还把上官燕带来，你这是诚心打我的脸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？县长大人，您的儿子现在由我抚养。哦，他又白又可爱，人见人爱。好，快说说我儿子，他吃得惯羊奶吗？睡得怎么样？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哭啊？县长大人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让他们把枪放下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聊。县长大人，齐某可以坐下吗？啊，我的手下有些冲动，还望齐大掌门不要介怀。来，请坐吧。宝宝他不叫宝宝，他叫贺小龙。小龙很乖，而且很喜欢喝羊奶，一觉能睡到天亮。哎呀，哎，不错，不错。那我的儿子他怎么样了？哼，你那个儿子成天到晚的哭，房顶都要给他给哭下来了。现在还认生，除了他娘，现在谁都不让抱，见谁都不笑，就跟我们贺府上上下下欠了他800大洋似的。那玉瑶，他还好吗？好不好，关你屁事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大老爷们儿净扯些儿女情长，说正事儿。听说你有妙计，可以打下老金钩。嗯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
李营长是我的亲信，你说吧。要是我说了，你会支援我武器吗？白给不行，你可以买。我曾经化成一个老头子，就到老金沟附近查探了一下。我在那里正好发现，有我以前京城的朋友在那淘金。什么朋友？御前侍卫？曾经是午门的少官。大清倒了，他就没有地方混饭吃了，他只好到老金沟那边去淘金。你不会打算让这个午门少官的朋友来当内应吧？对，我正打算让他当我的内应。那就算了，打仗又不是玩过家家，你要去送死，我也不拦着，就当老子白跑一趟。县长大人，我话都没说完呢。我那个少官朋友在老金沟淘金3年，他在那里发现了一条几百年前的暗道，直通到城堡里面。30条步枪，1000发子弹，100颗手榴弹，价钱我说了算，不许讨价还价啊！我还要1挺机枪，500发子弹。好，我卖给你2挺机枪，1000发机枪子弹。县长大人，多谢了。不用谢，我的条件是，我们保安团和你们黑风岭一起攻打老金沟。团座，你们打算怎样进入河堤的地道入口？听说河道两岸金三炮的防守很严呢。河道两岸虽然防守严密，但主要是防备那些淘金者。河道拐弯处有一个悬崖，我打算从那里绕过去，晚上从悬崖顺绳而下，天亮以前进入那条河道，到城堡之后突然杀出，偷袭城堡。计划不错，但毕竟你们人手太少，一旦暴露，偷袭变强攻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我们一起打老金沟，具体怎么合作？你们从后山悬崖进去，先进入河堤两岸的地道入口，到河堤后边的城堡后墙下，估计要半天时间。我们保安团从城墙前面佯攻，吸引金三炮的注意。城堡后墙有个楼梯可以上去，我们可以冲上去把那儿的土匪打下来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一仗就十拿9稳了。打下来之后，俘虏归我，缴获3七开，我7你3。不，我7你3，我6你4。不，我要6。你敢跟官兵讨价还价，找不自在是不是？哼，跟我们做土匪的，你讲了也是白讲。你们这样吧，5-5开如何？也好，那就5-5开。军火的买卖，到时候从里面扣吧。你，当家的，县长大人如此宽宏大量，怎么会跟我们计较呢？对吧，县长大人？大人们，您跟贺团长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货是交了，钱欠着。我就说嘛，大掌门上辈子肯定是个奸商。快滚蛋！再吵，我就踢你屁股。大掌门，这挺机枪就归我了。美的你！会打机枪的人请举手。我会，我会，我也会。我们待会儿就到后山去实弹射击，每人有10发子弹，枪法最准的就可以使用这2挺机枪。大壮，有没有意见呢？没有，这样公平，俺呐心服口服。那我们明天就去打老金沟，天黑出发。是。乖，不哭了啊！要带你出去玩，看看花开得多好看啊！你喜欢出来看花是不是？好不好看？哎，小美，干嘛呢？她在屋里一直哭，我带她出来转转。走。你要出去啊？啊，对，我跟齐昭说好了，一起打土匪。你们2个打土匪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啊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他要打老金沟的金三炮，我支援他武器，然后保安团拉开架子给他助威。你是想借刀杀人吧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这叫联合作战打土匪。
不是他打你看着。哎呦，妹子，你把你哥想成什么人了？这督军大人一道又一道的军令剿匪，我黑风岭打不了，打个金三炮总成吧？你少糊弄我！我告诉你，就有一条，你给我保住齐昭的性命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说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儿？人家都把你给休了，你这还热脸贴冷屁股？你怎么一天总说休不休的这回事儿啊？这坏事做得够多的了，你就得保住他性命。哎，这话我倒听不懂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齐昭是你的良心，你能昧了良心吗？你能杀了自己的良心吗？小梅，你这句话打到哥的心里边了，哥被你打痛了。打痛好，痛定思痛。泽泽，你爹和舅舅去打仗了，咱们希望他们都没事儿啊。报告，一营集合完毕。好，准备出发，去老金沟。团座，您给我透个底，咱们去是真打还是假打呀？哼，真打，真打。哼，金三炮这家伙，自以为老金沟的城墙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仗着自己有3门将军炮，就不给老子交保护费，真以为老子没办法？哼，老子以前还真拿他没办法。那团座，您这是？老子这次啊，就杀鸡给猴看。以后谁要是不给老子交保护费，金三炮就是下场。团座，要打是不是也等黑风岭齐昭他们和金三炮都打光了，咱们再上啊？不行，咱们先打，咱们要给齐昭偷袭提供机会。可金三炮有3门将军炮啊！嘿嘿嘿，营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花大价钱从果圣督军那里买来3门德国山炮，二营长现在正在运炮，马上就回来。这些可是欧洲最新式的步兵炮，跟他们相比，康熙年间的那些将军炮，那就是豆腐渣。那打下老金沟之后呢？当然是算账了，俘虏归咱，缴获跟齐昭对半开。团座，打下老金沟，那可是剿灭黑风岭的最佳时机啊，机会难得呀。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报告，团座，3门山炮拉回来了。哈哈哈哈，这就是万事俱备了。弟兄们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欧洲最新式的德国山炮。就算打仗最厉害的北洋军，一个主力师也没有几门。而在咱们省，也就咱们柳林县保安团有几门新式山炮。有了它，那老金沟的将军炮就是个豆腐渣。想发财的，想吃香的喝辣的，跟着老子打土匪，谁最先冲进老金沟城堡的，奖励200块现大洋；抓住金三炮的，奖励500块现大洋。好，弟兄们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出发！老大，我回来了。老大。肥猫，保安团的情况怎么样？老大，我亲眼看见，保安团1、2营他们已经出发了。那新买的3门德国山炮，那家伙，那炮口那么大，老吓人了。打住！在。叫兄弟们准备集合，天一黑，马上出发。好。肥猫。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派你去贺亮才那里？老大关心我，体调，看见我最近这掉膘，让我去沾点油水。错，我让你去见他的原因是，你一看就是个软骨头。
他狠话一说，你就变成了怂包；他把大洋塞给你，你就变成了叛徒。老大，你把我说成超狗屎了吗？让我想想，他会怎么样对你？哦，对了，你好吃，他就会带你上酒楼。有好吃好喝的，肯定是少不了你，对吧？还有，他肯定会用钱收买你，让你把黑风岭的消息告诉他。你说，他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100还是200？老大，我错了，我混球，我该死，我就收了他10块大洋，答应做他的眼线。他就给你10块大洋，肥猫，你可掉价了。我对不起老大，我不是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别打了，让你做他的眼线，早在我的计划之中。老大，你说什么？10块大洋啊，你就留着吧。今后我想让贺亮才知道的消息，你就悄悄地去告诉他，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。各位弟兄，这天就快要黑了，这次任务非常艰巨，我们必须要提高士气，一举拿下老金沟。杀金三炮，替天行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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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就是老金沟，这里白天有苦力在附近淘金，有土匪在这边看守。不过这儿的晚上没有人干活，就只有土匪在放哨。你叫所有的弟兄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，不要弄出动静。但你们放心，吩咐下去了。老宋在，叫2个人在这里看守警戒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跟上，走。后面去把他们拿下。好。哎，我好像听见有什么动静。这荒郊野岭能有啥动静？要有也是孤魂野鬼。别吓自己了，站你的岗吧。你使点劲儿，哎，你轻点儿。三爷，上个月的账结出来了。不错，不错。照这样，到年底啊，咱们能拿200多两。哎呀，老金沟啊，老金沟，你真是老子的福地呀！铁麻子，找你的，谢三爷。好好的给我监工，啊，盯紧了那帮淘金的苦力。如果发现谁敢私藏金沙，就地活埋。三爷放心，手下的弟兄们都催着呢，一天到晚都没偷懒。那就好，啊，那就好。还有啊，如果外人问起来，就说我们1个月只能淘到6两的金沙。哎，那小的明白，说他招风啊。还有事儿吗？三爷，六永林县保安团贺亮才派人催了好几回了，说让咱们给他们交保护费。他想得美！他保安团明打明的私贩烟土，老子没抢他就不错了。怎么着？现在跑老子腰上割块肉，还想放点血？告诉他，别把我惹急了啊！惹急了，老子抢了他的烟土。
哎，小的知道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该睡会儿了。打了一宿的牌，你去吧。哎，那您先休息。做梦也没想到，在老子的德国山炮面前，这铁将军炮就是古董垃圾。说来说去还是团座高明，说不定一开炮，金三炮立马将这尾巴溜之大吉，到时候咱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金沟一举拿下。但是也不能大意，金三炮的手下全是些亡命之徒。炮兵连长到，开炮！是，准备。开炮！三爷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哪里打炮了？保安团的人从城堡前面打进来了！赶紧让弟兄们开炮，轰他娘的！保安团有大炮啊，把咱们家的炮啊都给轰烂了！赶紧集合弟兄们上城墙，上城墙，把所有的机关枪都给我翻出来，顶住！一定要给老子顶住！田连长，全给老子停下！团座，怎么不打啊？废话，老子总共就买了24发炮弹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全让这帮小子给我糟光了。那怎么办？告诉弟兄们，原地待命，等齐昭动手。不是，那万一齐昭是软柿子打退堂鼓呢？哼，其他人也许会，可齐昭不会。快！站着！咱俩走最后。顶不住也得跟我顶，让弟兄们开炮！咱们的炮全被炸毁了！哎呀，告诉弟兄们，顶住，顶住，快上！咋了，老大？飞毛陪后，你们两个留在这里，其他弟兄跟我出去。这都怪你，那把炮就被卡在那儿了。洞口太小了，我屁股大，卡着呢，你出不来了。谁让你长得胖？嘘。走，抓住他！这都不够。姑娘，你别害怕。什么人？我是金三爷家里的，你们是谁？金三炮在哪儿？金三爷带着弟兄们上城墙了。走，咱们去城墙吧。慢着，姑娘，金三炮的房间在哪儿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里是金三爷的地盘，你们不要胡来。快说，不然我崩了你！在后院的厢房里。带路，带路。是。老师，起！
们不是保安团的，是黑风岭齐州。太好了！齐州攻击城堡了，告诉弟兄们，发起总攻。是，弟兄们，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，走！好了没有？安静点，别催我。好了，这怎么都是沙子呀？沙子？这是金沙，金的，全是金的，我发财了！赶紧拿走！那个。抓紧抓紧啊！走，赶紧走啊！不是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，不太好啊！这，你傻呀？天才不挨漏，你不知道？赶紧把这金子背回黑风岭。可是，怎么着也得先跟老大通报一下呀。说你傻，你还真笨。咱们打完老金沟，所有缴获的东西都要和保安团平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怎么了？所以咱们要悄悄地把金子送回黑风岭，不让保安团知道，这样就全部都是咱们的了，知道吗？好，走走走。长官，金三炮被我们抓住了。好样的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！恭喜齐大掌门旗开得胜。齐某幸不辱命。来人，把金三炮给我押下去。是。走走。易营长，你们贺团长的人呢？我们屯宿在城外，马上进城。大掌门，告辞了。大掌门，金三炮好不容易被我们抓住啊，凭啥交给他们啊？这是我们两家说好的，俘虏交给保安团。这样啊，那我去弄点酒，弟兄们庆祝一下。大壮，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，你带另一部分人走暗道，赶回黑风岭。这么急干嘛？好不容易打下老金沟，总得庆祝一下吧？千算万算，我漏算了一件事情。啥事儿？咱们倾巢而出，打老金沟，万一贺亮才抄了我们黑风岭怎么办？不会吧？我们帮他打老金沟，他会干这茬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现在赶回去，这里我来招引。快去！好，我们走。金三炮，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啊？知道，死罪，死罪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还想不想活？想活，请长官给个机会。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不过你听好，这可是唯一的机会。我懂，全凭长官吩咐，全凭长官吩咐。你在老金宫这些年捞了多少金子？没有啥，也就7、8两。金三炮，一路走好啊！别，长官，我说实话，一共是1100两，花了100多两买武器，还剩900多两。我全交给长官，我全交给长官。金子呢？在保险柜里。你耍我？长官，我怎么会耍你呀？齐州，一定是齐州，把他弄走了。他至于怎么打开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是齐州耍弄了我们保安团？团座，怎么样，易营长？局面控制了没有？团座，金三炮已经被我们抓住了，局面已经完全控制。不过，
不过什么？真有这种事？是啊，团座，我早说过不要太相信齐昭。那我就不进去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本来我还在想，这次看齐昭攻打老金沟或者金三炮的份上，只要他上路，我就把老金沟的地盘交给他。可没想到，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跟老子玩阴的。哼！营长到，你派一个连，带着金三炮和土匪俘虏们押回县里，留下2个连坐镇老金沟。谁要是敢吃毒食，叫他给老子全部吐出来！是。见过一营长官。齐大掌门很忙啊，我叫人传话，1个小时才来。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请你见谅。齐大掌门搞了些什么好东西？没有搞到什么，就搞了些枪支弹药，不过还来不及清点。那这回齐大掌门可是发大财了。看你这话说的，这是我和贺亮才已经说好的，缴获的1加1半，多颗子弹我都不会拿的。行，这话我记住了。除了这些枪支弹药，还搞到些什么呀？在土匪身上还搜到了一些银元。还有？就这些了，没了。齐大掌门，这里是金三炮的卧室，你别告诉我你没进来过。这里我是真的没来过。金三炮这个家伙还把这里整得别具一格的。保险柜的900两金子都被你私吞了，你还有脸说你没有来过？金子，我真的没有见过。我刚才已经审过金三炮，他已经招供了，金子全被你拿走了。那是他恶意挑拨，血口喷人，请营长明鉴。要是齐大掌门真没拿，介不介意我搜下身？请便。走身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团座，卑职把齐昭押回柳林县了。好大的狗胆！你想造反吗？卑职不敢，卑职只知道服从军令。狡辩！你现在胆子大了啊？敢当着我的面撒谎！老子什么时候下过这个军令？请团座息怒，是督军大人的密令。广胜督军？对。什么时候下的密令？出发之前。齐昭呢？请团座恕罪，卑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吃了他的狗东西！翅膀硬了是吧？我现在就给广胜督军打电话，你要是敢假传圣旨，老子现在就毙了你！团座，督军大人正在来柳林县的路上。什么？如果路上不耽误，这会儿应该快到了。卑职恭迎督军大人起立。贺县长，我是特地过来恭贺咱们保安团剿匪大捷啊！贺县长果然是出手不凡呢。多谢督军大人夸奖。督军大人，其实这次剿匪是保安团和……贺县长，咱们不要在这儿影响老百姓进出了啊！有什么话去你的县长办公室说。啊，督军大人，请。说完了。是，卑职所说全部属实，若有半句谎言，甘受处置。督军大人，您是不是给我们保安团的1营长下过命令？你手下这个1营长是个人才，你得好好的栽培。啊，卑职明白。督军大人，这个齐昭该怎么处理啊？3日之后，公开枪毙悍匪齐昭、金三炮，借他们人头立威，震慑那帮土匪毛贼。啊！督军大人，不管怎么说，
齐昭和保安团联手剿灭金三炮，这转眼就卸磨杀驴，会让人心寒呢。糊涂！保安团什么时候成废物典型了？堂堂800人保安团，打不过200人的老金沟，还要靠黑风岭的土匪去帮忙，而且还是黑风岭率先攻破老金沟，活捉金三炮。你想过没？这件事情要是传到上峰的耳朵里，别说你这个小小的保安团团长，就连我这个打铁关督军，都会被人笑话死，被省参议那些议员的口水淹死。督军大人，齐昭虽然盘踞在黑风岭，可他跟老金沟的金三炮完全是不一样啊！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来柳林县之前，先向咱们的省长和参议会上报了。日前，本督军亲自指挥柳林县保安团，趁黑风岭、老金沟2股土匪内讧之际，果断出兵，一举歼灭老金沟和黑风岭，活捉2大匪首。你还没明白？省长和省参议长已经向总理府上报，保举我升任省城督军。总理的秘书已经给我打点过了，批文马上就会下来。督军大人要到省城去当督军啊？那卑职恭喜大人。哎，坐。先不忙恭喜，把你该办的事儿想明白了，再恭喜不迟。卑职明白了。不管齐昭是真土匪还是假土匪，这次都必死无疑，因为他和金三炮都是督军大人的垫脚石。明白就好。3日之后，枪毙齐昭、金三炮。这，亮才，我听说你和这个齐昭也有仇，你发过誓要杀了他，可有此事？确有其事。那为何现在报仇的机会就摆在你面前，你却要反倒迟疑不决？督军大人，齐昭和我有杀父之仇，可我希望能够堂堂正正的和他一决生死。但齐昭毕竟是第一个打下老金沟的，又亲手活捉了金三炮，这转眼就和金三炮一起枪毙，我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亮才啊，等我升任省城督军以后啊，附近几个县的保安团，我打算组建一个保安旅，这个少将旅长就由你来当。卑职感谢督军大人栽培，誓死效忠。那3日之后，卑职执行军令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呢？这不是匪首大英雄齐昭吗？啊，你居然也被关进来了！哼，哈哈哈！老天爷真是有眼呐！报应啊！啊！齐昭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这个王八蛋！早早，你怎么这么乖呀？你是谁的儿子啊？哥回来了。哎，怎么火这么大？怎么了？老金沟没打下来啊？打下来了。那齐昭呢？哼，齐昭他立了头功，带人偷袭老金沟城堡，还活捉了金三炮本人。我就知道，齐昭出马准没错。哥，你干什么呀？把孩子都吓哭了。齐昭他人现在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没看见。是不是回黑风岭了？小美，咱这小外甥叫什么来着？你怎么给人家当舅舅的？小外甥叫什么都不记得。他呀，叫齐早早。
以后就叫贺早早吧。为什么？就这么定了。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来来，喝，干！哎呦，小马哥回来了，老大呢？还在老金宫呢。哦，那你来的正好，咱哥俩喝一杯。来，皮猴来，拿几个碗，哥几个马上。来，还真逍遥。啥时候回来的？我们先回来一步。小马哥，慢着，先把话说清楚。你俩这算啥呢？啊，说轻了自作主张，说重了就临阵脱逃。小马子，不是兄弟我不服你，等老大回来，肯定会奖赏我和皮猴。李茂，想啥呢？啊，临阵脱逃还想大掌门奖赏？你做梦啊你！小马哥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哥俩把金三炮藏的金子全部背回来了。真的？皮猴，没说胡话吧？当然是真的，必须是真的。900多两金沙，我一个人扛回来的，现在我肩膀还疼呢。你怎么你一个人扛回来呢？肯定我一个人，那你不是？怎样？没想到废物点心还能顶大用啊！啊！你说谁废物点心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人说错话，你罚3杯啊！我说错了啊！来，先罚3杯。哎，来，哎，干了！干！娘上午去逛街，真是神气呀！这大街上一半的商铺都是姑爷的，这哪家的掌柜的见了你娘我呀，都是客客气气的。你听见了没有啊？娘，我听着呢。这县里茶叶店的掌柜的是送茶叶，这裁缝店掌柜的是给我免费做衣服。哦，还有这些点心，都是南北货店送的。哎，云凤，你尝尝呀。我不饿。哎呦，好，你看这盘点心啊，听说可是当年慈禧老佛爷最喜欢吃的，你来尝尝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这么好的日子，你怎么还不开心呢？娘，我想我儿子了。哎呦，姑爷回来啦！哎呦，你回来了。听说你去打土匪了。是。姑爷去打土匪了，是不是黑风岭？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好，你们聊，我先回屋了啊。饿了吧？我让厨房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你怎么不问问我打赢了没有？不管输赢，人回来就好。嘿，你倒是看得挺开呀！告诉你，本县长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对了，明天你去趟黑风岭。我上黑风岭？把儿子接回来。那早早呢？早早当然在咱们家。齐昭能放小龙回来？你就说这是齐昭的意思。齐昭他人呢？他跟我一起回来的。齐昭在柳林县了，人在哪里？在县政府。我想去看看他，行吗？不行，我正督军要跟齐昭密谈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小姐，宝宝睡着了。好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小美，咱这小外甥叫什么来着？怎么给人家当舅舅的？小外甥叫什么你都不记得？他叫齐早早。以后就叫贺早早吧。齐昭在柳林县了，人在哪里？在县政府。我想去看看他，行吗？不行，
我圣督军要跟齐昭密谈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哥哥肯定有事瞒着我，齐昭他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？哎，来，尝尝这个。这点够吃吗？就是，天天吃这些东西，咱们现在是有钱人了。你爱吃吃，不爱吃给老子滚蛋！不好了，大掌门不见了！啊！我是跑回来报信儿的。大掌门带了2个镖师去见保安团的一营长，结果到了晚上也不见回来。他到哪儿去见保安团一营长？去金三炮的卧室。有没有去找？我晚上就到金三炮的卧室去打探，结果门锁着，我就翻窗子进去，结果没见着大掌门，但是跟他一起去的2个镖师被人打死了，尸体就在地上。大少奶奶，大掌门这回是凶多吉少了，该怎么做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决定了，要去老金宫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不行，这老金宫现在有保安团2个连看守，你要是去了，有个3长2短怎么办？你们不是有密道吗？被保安团发现了，谁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翻脸。那2个镖师是怎么死的？被乱枪手打死的。齐昭应该还活着，10有8九是被保安团给带走了。估计他们不会让齐昭留在老金宫，应该是去县城，所以我要去县城。那我叫上兄弟们跟你一块去。不用，这儿毕竟是齐昭的根，所以留一部分的兄弟守住黑风岭。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好。什么人？上！站住！站住！动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是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好夫人，好奶奶，好祖奶奶，您千万别开枪！当年的事，这不怪我，那是胡三刀逼着我干的，这不怪我。好奶奶，你饶命吧，千万别开枪！你是黑风岭的？我是黑风岭2当家。我要上山，你带我去。上山？那得听我的。你说。你把枪还我。做梦！夫人，这可不行。把枪还给他。夫人，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您要想上山可以，只能夫人一个人上山。不行，我们得保护夫人，陪夫人一起上山。2营长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可以走了吗？慢着，还没说完话呢。你还要说什么？他们都得把枪交给我。等你下山的时候，我再还给他们。休斯里，我们在这儿等，凭什么交我们枪？长官，您别生气啊！你想想，我一个人带夫人上山了，你们随后跟着莫英怎么办？2营长，把枪都交给他，你们在这里休息，等我下山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听到没有？全力都有，听我命令，把步枪先交给这死胖子保管，给你学习待命。是。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？啊？你想怎么着？哼，有种你再跟我说一遍。啊！2当家的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嘛。
这还差不多嘛。哎，夫人，请，咱们上山。走。大少奶奶，这一路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能找到大掌门。马大壮，你小子可一定要保护好大少奶奶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大少奶奶一根汗毛。兄弟们，黑风岭就靠你们了。保重。等死了。我回来了。嘿嘿，我回来了。我把贺兰才的夫人给押回来了。银凤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上官先生，记得。你不是在国民小学当老师的吗？现在可是我们黑风岭的压寨夫人了。哦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齐昭他又娶了你。我不想嫁给贺亮才，所以就投奔了齐昭。大少奶奶，就让客人站在这儿，这好像不是齐昭的待客之道吧？夫人，里面请。来，里面请，请，里面请。来，枪拿着。夫人，请坐。还是叫我银凤吧。那好，银凤，请问你来黑风岭是？我想我儿子了，我要见我儿子。请问是谁让你来的呢？妈妈想见儿子，天经地义，还用得着别人说？大少奶奶，这个女人可得提防点。那倒是，不过此事是齐昭和贺亮才说好的呀。我先问问齐昭。齐昭又不在黑风岭，你怎么问？你怎么知道齐昭不在黑风岭？他在柳林县，你不知道？柳林县？你听谁说的？贺亮才说的。他亲口说的。那他有没有说齐昭去柳林县做些什么呢？是打铁关的果圣督军和齐昭密谈。原来是这样。大少奶奶，不可大意啊！肥猫，看茶。哎，夫人，请稍等，我现在就去抱您的儿子。谢谢大少奶奶。大少奶奶，孩子不能让他见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事太蹊跷了，他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，我担心他不怀好意啊。行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大少奶奶，让开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。夫人可以放心，孩子白白胖胖的，又乖，你可以放心了。戚夫人，刚才二当家告诉我，我的孩子是戚夫人亲自照顾的。应该的。谢谢戚夫人。齐昭的孩子也养在你们贺府，我们彼此。戚夫人，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儿子抱回去？这不行，我只能让你看看他，不能带走他。可这是齐昭说让我抱回去的。齐昭说的？他亲口说的吗？这倒也不是，是贺亮才告诉我齐昭这么说的。贺亮才，夫人，我自然是相信的。不过贺亮才的话，可信吗？可我见不到儿子，我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。你让我怎么活呀？过来。小龙乖啊，乖。戚夫人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要是你不答应，我就死在这里。你别这样，把孩子抱走。来，
你把儿子还给我！你把儿子还给我！你这样，把儿子还给我！不能这样！叶枫，你别这样，这样我……那你让我把他带走吧，我就把他带回柳林县养几天。他都不认识我这个当娘的了。养几天？可然后呢？然后我再把他送回来。你真的这么想的吗？叶枫，你看着我，是贺亮才让你来的，对吗？叶枫，看在我帮你照顾孩子的份上，回答我个问题好吗？什么问题？你说。你希望齐昭死吗？你说什么？回答我，希望他死还是活着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谁要害死齐大哥？回答我！我怎么可能会希望他死呢？他要是死了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心痛。我相信你。我们现在就下山去，现在就去救齐大哥。可是我的儿子呢？儿子留在这儿，齐大哥还有救。如果儿子抱走了，齐大哥就凶多吉少了。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边走边说，来不及了。常县长，玉瑶，你刚才叫我县长，可别挖苦我。我早就不是县长了，县长现在是你哥哥。这在我心里，柳林县的县长就你一个。我哥啊，当个保安团长都算抬举他，当县长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这上面的人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称职的撤了，不称职的倒升了，这不是拿柳林县的老百姓开玩笑吗？玉瑶，你在县政府门口说这些话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常大哥，常大哥，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是现在我这心里啊，能信得过的人就剩你一个了。我男人他可能有难，你是他兄弟，你帮帮他。怎么了？齐昭怎么了？齐昭他现在就在柳林县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在柳林县？可是城门口还贴着通缉他的告示呢。他跟我哥一起去打老金沟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件事我知道，还是我兄弟大气，真没想到还能够冰释前嫌，跟贺亮才联手。齐昭他现在真在县政府里头。你说什么？我听说这果圣督军要和他密谈，我想见他。你从哪儿听说的？夫人，孩子呢？没有齐昭发话，他们不让我把孩子抱下山。混蛋！哎，各中长官，各位军爷，慢走，不送。等等，我们的枪呢？实话告诉你们，就你们那几个烧火棍儿，小爷我还真看不上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还给我们。你没听说过雁过拔毛吗？你们那几个烂烧火棍儿啊，那等于买路财。混账！说好了暂时保管，你还想赖账不成？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啊，秀才碰见兵都立语说不清，长官碰见匪最好别张嘴。你敢私吞军火，真是胆大包天！来人，都快上！小心爷的枪不长眼啊！二营长，算了，这事以后再说，先回柳林县。撤！什么叫英雄豪杰？老子就是英雄！看着死胖子，得意个屁呀！行了，别说话了，走。混蛋！玉瑶，你怎么知道你哥哥要害齐昭？
我问他齐昭现在在哪儿，他说他不知道。我又问他是不是从老金沟已经回到黑风岭，他不搭话。可是我转头就听见他跟银凤说齐昭现在就在县政府，在跟果圣督军密谈。我已经悄悄问过了，督军在县政府跟贺亮才谈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跟各个局长见了面，告诉他们要效忠贺亮才，一心为国，然后他们就离开县政府了。这个贺亮才，他在玉瑶面前这样说，却又在银凤面前那样说，这里面肯定有蹊跷。会不会是贺亮才想独吞剿灭金三炮的战功，对齐昭下黑手？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了。各位哥哥，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你们跟齐昭曾经都是玉泉侍卫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咱们起码现在先找到他的下落。广庭啊，哎，会不会齐昭被关到监狱里去了？这不太可能，没有我的命令，是不会有人把人关到监狱里的。要是有人偷偷把他关进去呢？也不太可能。这监狱长是我的人，如果有的话，他会电话通知我。那会不会是贺亮才把齐昭关在了保安团？不可能，督军大人现在就在保安团，除了督军大人，保安团没有别人进去。也许这齐昭根本就不在琉璃县。广庭，哎，这件事情你赶紧派人好好去调查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去吧。玉瑶，你先回去吧，等这边有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好吧，各位哥哥费心了。大哥，我也走了。这保安团的人怎么跑到这儿站岗放哨来了？连机枪都用上了。咱们的人呢？您是局长，您都不知道，小的怎么知道呢？过来。长官好，兄弟，我看你眼生，哪部分呢？保安团一营。保安团一营，这个地方可是我们警察局管的，你们站错地方了吧？报告长官，我们是奉营长的命令，接管监狱房屋。接管监狱房屋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这当局长的怎么不知道啊？进去看看。对不起，长官，你不能进去。哈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这是老子的地方，我看今天谁能挡我。对不起，长官，这是我们上司的命令。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哪个狗屁上司？我说的。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啊，保安团一营长。局长大人好眼力。你下的命令不让我进去的？局长息怒，不是针对您的。3天之内，监狱房屋由我们保安团接管，没有团座的手令，谁都不许进入。3天之后呢？3天之后我不马上撤离，这里完璧归赵。好，既然是上面的意思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一营长告诉我的监狱长，这个月的看守俸禄该领了，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可以吗？那当然。辛苦了，我们走。报告局长，北至奉命报道。这保安团什么时候接手的监狱？报告，昨天晚上。为什么不向我报告？北至该死，昨天晚上那保安团一营长接管了监狱，然后拉着我一块喝酒去了，喝多了。你真是猪脑子！北至这不是醒过来立马报告了吗？我问你，监狱里有没有来新的犯人？有一个。谁？老金沟的金三炮。金三炮？还有吗？没了。不可能啊！为了一个土匪头子出的保安团的人，是不是他们怕老金沟的余党劫狱啊？那老金沟早就被一锅端了，哪还有什么余党？监狱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没有。哎呀，
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我这个警察局啊，一直缺个副局长。我以为你是自己人，想过几天提拔你一下，这没想到你跟我玩什么心眼啊！这么大的事情你敢瞒着我？哎呀，局长，我能有什么事瞒着您呢？你是让我自己说出来呢，还是你亲口告诉我？报告，其实新派人还有一个。谁？那个一营营长让我保密，不能说。他算什么东西啊？说。是黑风岭的7招。7招真在监狱里？是。那晚一营营长一起喝酒的时候，他也喝多了。他说什么？说呀！他说督军大人密令，3天后枪毙7招金3炮。咱们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去找7招了？找着了没有？我找到他了。你找到他了？他人在哪？他现在在县政府的大楼里。县政府大楼？他被抓了？被你哥抓了？而且我还听到一个更坏的消息：3天之后，他和金3炮要一起被枪毙。贺良才这个混蛋，无耻败类，这个畜生！这话难听了，但他的确是个畜生。你不是恨我吗？为什么还来找我？我现在哪还有时间说恨不恨你啊？我只想7招好好活着。那你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救他呀？我就是没有办法，才想过来问问你，看你有什么办法没有？我当然有。你说说看，什么办法？好你个贺玉瑶，原来你是想告诉你哥哥，好提前防备。你快说呀！人命关天，不是儿戏。再说了，7招就是被他哥哥抓的，我怎么能完全相信他呢？